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接下来来认识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它是会释放神奇的，好好牵一个人的手，闭着眼睛也不会迷路。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来到咱们爱情保卫战无论是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来到这个平台都会迎刃而解。大家好，我是莎娜。在婚姻关系当中呢，情绪价值抵万金，接住对方的情绪，才能捧住彼此的心。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中虚弱的人呢，给出的爱是控制，而强大的人给出的爱是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廖先生44岁，来自广州，自由职业；何女士50岁，来自广州，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家里有事情，他从来不站在我这边，他对家里没有责任感。他对我妈妈的态度都不好，过年过节他都不探望她。首先是他要对家有一个责任心，还有就是做好他妈妈的饲养工作。我希望他们可以和睦相处。谁主动要来的呀？是我主动要来的。那您说说您主动来的这个目的吧。我觉得我太太呢，她不尊重我妈妈，因为她都70多岁了，每逢过时过节她都不出现，搞到我好像单亲家庭那样带着女儿。你们只要你们家聚会，你就像一个单亲爸爸一样带着女儿去参加，妻子是从来不去的，对吧？对对对，一路下来都没有尊重过我妈妈。那我想问一句，他有没有尊重我？首先在我家里他指指点点也就算了，我忍了7年，我觉得我忍够了。因为有一件事儿是我们最大的转折点。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也是比较皮的，有一次他皮，然后我打了他，然后孩子刚好在哭的时候在换衣服，我们准备出去，他妈妈原来呢是有我们家的钥匙的，那直接就来到我们家就开了门，然后进来刚好就看到我孩子在哭，然后呢刚好我孩子也在换衣服，他就刚好是光着身子的，然后他妈妈第一反应就说好像是后妈虐儿的那种感觉，然后说你为什么可以狠心到这样脱光他的衣服来打他？我说我没有。孩子那会儿多大？7岁吧，也上小学了。7岁，那孩子其实是自己能够完全表达清楚的，是吧？对，他可能上来的时候看到他屁屁有点红，那因为他在换衣服嘛，他一直在那里大吵大闹的，而且还说我必须要报警，我要抓你去坐牢，你这个叫虐儿。然后因为我们吵得很激烈，把我的孩子吓到有应激反应了，躲到床底下去了。孩子的脑补第一时间就是觉得警察一来了，妈妈就要戴上手铐了，然后就得抓去坐牢了，他就没妈妈了，所以把孩子吓得不轻。我孩子在床底下哭的时候，他也一直说不怕，有奶奶在这里，我给你撑腰，什么什么事，大不了你跟我回去住。他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的问题导致到吓到我的孩子了。当我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女儿是怎么叫都不出来，怎么拉她都不肯出来，那我就知道问题严重性，我就打电话给她，我说你回来处理一下你妈的问题。到最后怎么把她哄出来，是她要我婆婆你不要报警，你不要抓我妈妈，她才慢慢从那个床底下出来。你跟婆婆在之前有过一些争执吗？就是为什么婆婆一进来就不由分说的会直接指责您？那肯定证明你们之前你跟婆婆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婆婆对你可能之前就有点意见。不是一点，应该是挺大的意见。她没有把我当一家人。你们结婚多少年了？15。这梁子从哪儿结下来的呀？我记得我要准备生孩子了，那就要去医院了嘛。我们要选择就是住什么房间嘛。那我想能不能给我休息好一点，不要这么辛苦。我也不是要求要单间，我只是说能不能不住这种人太多的，能住一个小一点的房间，比如说是2、3个人的。但是他妈妈说那种会贵，就不让。当时我的心里就已经是有点不开心。那老人家
想省点钱，日后孙子有什么需要用的都可以。那慢慢孩子出生了之后，婆婆有帮你们带孩子吗？只能说是我们共同带孩子，因为他是吃母乳的，吃到11个月，我前面的这11个月里面我是完全不工作的，那时候因为前面还不是太僵，而且还没撕破脸嘛，直接一点说，那所以还是住在他们家，然后就是还是会说，忍让一下就算了。在那个时间，我就觉得既然结婚了，那长辈我需要可以就是迁就一下的，也就忍一忍就过了。后来我发现真的忍不了。什么事儿让你忍不了了？他妈妈会很挑刺，他是那种就是喜欢从头摸到脚的，无论是对孙子对儿子都是这种。然后呢，他希望我作为他的老婆也是需要我从头摸到脚的那种，所以当我不是像他那样去对我老公和对孩子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不配做人家老婆，你怎么当人家妈妈的？就是一直在指指点点说你不配，就总是训斥你，是吧？对，他是觉得我做妈妈我是这样对的，你要像我一样，对，你要像我这样去对他们，但是因为呢，我从小都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妈妈带大我，所以我妈妈呢就比较反对用打这个手段来教育孩子的，所以那件事之后呢，他们关系更加恶劣。因为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家可以住，那我们就变成了跟他妈妈是分开住，我们一个小家，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家里住，这样是对的，是好的。对，因为觉得她毕竟也是我婆婆，所以她手上有我家钥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就是她很没有边界感，不打招呼就来。对，哪怕我们就睡在房间，她来她开门就开门，那种情况，这个还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一个问题是她来到我家，她会翻翻你垃圾桶啊，看看你有没有倒垃圾啊，翻翻你的洗衣机，看看你有没有洗衣服啊，看看你这个，看看你那个，然后就告诉我，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他一来我家，我的压力就很大，在我的家里给我指指点点，我觉得这个是不尊重我。这个小家是我家，没错，就等于说是他搬到我这儿去住。这是您的房子是吧？对。那所以当他没有边界感来到我这儿东翻西翻的时候呢，我刚开始我真的是忍，因为我觉得毕竟是长辈，我都说了我能忍我就忍吧。后来呢，我实在是无话可说，因为他哪天把他儿子和孙子的衣服拿回家给他洗，我的衣服就扔在洗衣机里，是每天长期。然后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妈妈这样做实在太不尊重我了。是你不洗他们的衣服吗？还是不是我不洗他们的衣服？我正常当然是我们三口。因为我妈妈呢就觉得她那个衣服呢都是用洗衣机洗啊，就平常过道来看到一大堆衣服，就觉得她家务都不做，所以我妈妈呢就你如果不做了，干脆她自己拿回家里洗，你自己的就扔在洗衣机，我们两父女的呢就拿回去帮我们洗。这样。我问您一下啊，先生，你老婆在家干家务吗？干家务。你干家务吗？我都干家务。你也干家务是吧？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啊。他说他干家务是从他结婚前7年是没有连地都没有扫过一个。他为什么我是说前7年？因为忍到我最后的第7年，我忍不住了。我跟他真的我是下定决心离婚了。然后后面的他什么求和或者什么的，开始他改变才有做家务。所以他刚才说我有做家务，但是不在前7年。就是在你提出离婚之后，他开始有所改变的，对吧？对。其实我刚才是想问的，就是先生，你老婆在家是洗衣服也做家务的，那为什么你妈妈来了之后，总会给她戴上一个帽子，就说你这个女人做这个不行，做那个不行，甚至还说你们的衣服洗的可能都不合她的意，要把你和你女儿的衣服拿回去洗。就这个时候，你也没有觉得你妈妈的这个行为有什么问题吗？因为她每次来都是这么巧吧，刚好看到都很多不顺她的东西，她就要争着来做，所以我觉得都没什么大的问题，这样吧。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呀，那我妈不是给你分担一下家务吗？
哦，这样分担家务哦，明白。这一点做丈夫的明白面对婆媳这么大的冲突，您和妈妈谈过吗？有谈过。您做儿子是最合适和妈妈去聊，甚至是指出妈妈的不对，你指出过没有？我指出过，他都不听我的，我也没办法。作为他们中间的这个桥梁的这个角色，你承认就是自己可能是有一些手足无措或者不得方法和要领的吗？他会逃避，他压根儿不想管，对吧？对。那作为丈夫来说，你觉得你们夫妻2个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几年前是过得不是这么如意，女儿慢慢大了，我的妈妈呢也少管了她，所以现在那个矛盾呢就没以前的这么多。何女士笑啥呢？她说7年后会比7年前好，是因为我把她妈妈的钥匙收了以后，她没有再参与我们的生活。我没有给他参与我们生活的机会，而且就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嘛。那我自然我觉得我会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很多人的一个家庭，你说好不好？我可以说不好。我们结婚15年，他到现在没有交过家用，也就是说是你在养这个家。前面7年基本上我老公不做家务，然后没有给家用，孩子我带，他会。该干嘛干嘛去，因为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我觉得有你跟没你是没区别的。是的呀，因为家里毕竟生活就是柴米油盐嘛，对吧？所有的生活开支，他没有这种概念。水电煤气，每天买菜做饭，这么所有的各种的要交的这些钱，他都不交，都是您在承担啊？对呀。你有工作吗？有工作啊。你工资呢？一部分给我妈养老啊，一部分就供我女儿读书啊，这样。他说了7年之前，可是你一点都不管的呀。那个时候，他幼儿园啊之类交那些杂费啊，都是我出的。他给妈妈一半钱，你知道吗？我一直知道他的生活费是给他妈妈。你支持吗？我跟他说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觉得我工资就这么多，我以前一直都是家用都是给妈妈的，他忘记了一点，我们已经有我们的家了，他就觉得我的钱一直都是给妈妈的，那现在我这个工资就这么多，我就没钱给你了。孝顺我妈妈应该的，孝顺是对的。妈妈有收入吗？退休收入有吗？有退休收入，也有房子，对吧？对。但是你为了孝顺妈妈，从结婚之前到结婚之后，都是把一半的钱给了自己的妈妈。妻子能忍15年不容易。你们2个人就是在你们整个的婚姻过程当中，如果说给丈夫和妻子这2个角色打分的话，妻子你先给丈夫打个分，你打多少分？我感觉没丈夫，只有一个孩子，对，0分。来，你给妻子打分。如果不是有这些家庭矛盾呢，其实他是90多分。对你老婆是认可的哈。对。从妻子的一些言谈当中能够听得出，你在丈夫的位置上是缺失的。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在怀孕期间，你对妻子有尽心去照顾吗？很少。你又笑了，因为我觉得挺讽刺的啊。他有照顾一句话，你有事打电话给我。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我怀孕的时候是那个世界杯嘛，足球赛那段时间嘛，那因为世界杯男人都有一帮朋友约出去消遣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你有什么事我都在家的附近，你有什么你就给电话我吧，这样。对呀，世界杯多难得呀，4年1次啊，对吧？好不容易碰上一届世界杯，是吧？但你媳妇儿好像也好不容易怀孕，是吧？对，世界杯比怀孕重要哈。他没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就基本上每天见不着人。对，那坐月子期间照顾了吗？没有，我有跟他说，我说你作为我的老公，我希望我给你生完孩子了，更希望是你能照顾我，因为毕竟是2夫妻嘛。他直接跟我说我不会，然后他的妈妈直接说，他不行，让我来。那你平时作为丈夫，作为他的爱人，是不是会送一些什么礼物啊，然后过个纪念日呀，表达一下你对老婆的爱？基本没有。我老公很浪漫，
他送了一朵永不凋谢的花给我。什么时候送的？可能就结婚了几年，然后他有一天他说我不是一个浪漫人，我不会买花给你，然后我就送你一朵顶一辈子塑料花。但是我好多事情只能放在心上哦，不会做在表面上。所以在丈夫这个角色上就基本上是0分嘛。那咱说说当爸爸这个角色，孩子你管得多吗？一半一半吧，我们一人一半吧。你确定是一人一半吗？今天你老婆就一个主题，你是来搞笑的吗？心态挺好的，心态挺好的。因为要是心态不好的话，我7年前肯定就，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是跟他离了。因为其实孩子的话，无论是包括他的功课也好，平时生活上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管的，包括他起床呀，就是什么做早餐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呀，洗衣服、做饭这些东西。都是我。就比如像孩子生个病啊什么的，有这样的情况，他会在吗？我孩子还是小 baby 的时候，他发烧嘛，他本来是在家的，然后他朋友一个电话叫他出去宵夜啊什么的，他就说出去了。我就说能不能不去？因为我平时我让你去无所谓，但是孩子今天晚上发烧，我已经这样跟他说了，然后他说不行，哎，反正有什么事还是那句话，打电话给我。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吵都没用，所以不吵了，不说了。你就已经自己默认了，对，认命了哈，所以才说7年前提出要离婚。对，我当时候已经是跟他分居了，处于一个分居状态。因为无论是他或者他妈妈，都让我真的觉得过不下去了，我是非常的决心。那当时他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把你已经死了的心给他死灰复燃了呢？一个家庭少了一个主人呢，就不是这么完整，觉得对那个孩子的成长不是这么好，所以我决心改过之前的问题，所以我拔起勇气去承诺一些东西，我就希望他给多一次机会给我。他当初跟你承诺的那些，你觉得在后面的这8年的生活当中，他做到了吗？我当时也跟他说，我说试用期，假如我觉得 OK 的话，那我们就继续。不行的话，就不用再说任何话了。因为他前7年家务不做，地都没扫。我说，首先你要做家务。第二，你家里你从来没有给过生活费。家用，对。那我说，你继续不给的话，那你就不要在我这个家了。他现在还会给妈妈再生活费吗？如果在这边开支大了，那就给少了一点。那每月你会给妈妈你的工资的收入的多少呢？20%这样吧。原来是50%。对，现在其实是有了调整改变的。对，其实已经看到经过了一个调整，他也有改变。那今儿还来爱宝是为啥呢？我希望他尊重我妈妈多一点，毕竟他都70多了，希望他尊重他多一点了。你是希望和解，来，你说和解到什么程度？我希望他们可以见面啊，我们3个家庭聚会，我妈也可以出现。那女士，她现在提出的这个和解，你接受吗？也不接受。现在你和婆婆的关系还是老死不相往来吗？对，不见面，不联系，不说话。对，有没有机会碰到过？基本上我们尽量是不会见到面。就比如说，他拿着汤，他煲完汤会叫他回去喝，然后叫他或者他妈妈会拿着一个小保温瓶，来把那个汤拿给女儿喝，我女儿喝。他就会叫他在门口喝，就没有说直接进来我家，然后大家碰面，他都是这样的。他不进来是你不让他进来，还是说他自己就不进来？因为钥匙你收走了。对。那意味着什么？就是你不要来。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有。所以说他不进来。包括现在，对，包括现在，因为我觉得他触碰到我的底线，然后我已经是身体上的出现厌恶性，就是已经是那种生理讨厌、生理反应。所以那次的事件就是报警事件导致的，是吧？
对。那现在你跟婆婆就是你有想要，已经过去这些年了，有想要去和解，或者说我们缓和一下关系的想法吗？所以这一点就是我跟他为什么会来这儿，我接受不了，不想，你不想和解，对。好，那我们就把点打到这儿，到底怎么办？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解这道难题。来吧，于老师。确实，在婚姻当中，婆媳矛盾越厉害，越说明做丈夫的不作为。很显然，这位丈夫在这么深的婆媳矛盾当中，你不作为，有没有想过妻子的感受？我真的没有听说儿子有了家，有了孩子，能够把自己的收入在婚前到婚后一半都是给了自己的妈妈，没有几个妻子受得了。在这一点当中，他是有大心脏的，他一直在和自己和解。如果他不和自己和解，15年撑不住。送妻子礼物是一朵塑料花，我刚才震惊了。这就说明妻子在你心中的地位分量是很低的。现在唯一的方式就解决你们两个人的夫妻感情，你们两个人融洽了，婆媳矛盾自然它也会消融，消融不到如初，但是会有改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化解冰冻非一日之功，这需要的是你在妻子身上下功夫，去表达你的爱。有很多方式，不用我们教，你都明白。你刚才一直在乐，你看你这心态也很豁达，因为他不是一次两次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慢慢的把你那些个棱角全部都给磨掉了，然后你也看淡了，也知道怎么去应对了。男方这也一样，你要跟母亲要谈，你得让你母亲知道你长大了，你能够独当一面了，你不是说一见到母亲就怂了。就是永远是我还是在你的怀抱里，我还是想需要母亲那种关爱，那种的维护，那种的无论是我对还是错，你都是在保护我，不是那样了。你得拿出自己的意见来，拿出自己的想法来跟母亲去谈，要学会说不。今儿先生来这儿，妈妈有跟你表示过要不要缓和一下关系？没有。两个人都不要和好，你当和事佬要干嘛？现在相安无事不是挺好的吗？是因为你在参加家庭聚会的时候脸面上过不去了，对吧？你自己难受，可是人家当事人两个人都没难受，人家两个人都很好，你老婆现在没有压力，日子过得也很轻松，你妈妈也接受了。对，所以你现在是在为自己的自尊和你所谓的男人的面子来对自己的老婆提出要求。而提要求要撮合两个人的关系，可不能单方面提要求啊。你现在做的就是给自己的老婆提要求，但是妈妈那边你完全没有一丁点的表示，那这个关系是肯定没有办法和好的，你处理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就别干这件事儿。你一直在说我妈妈这辈子不容易，她辛辛苦苦把我养大，你是可以孝顺，但是不能在牺牲小家为前提去孝顺你的妈妈，你不能绑架跟你同路的这个人像你一样去孝顺你的妈妈，因为你妈妈没养过她，没给她喂过一口奶。我可以孝顺你妈妈，因为我作为你的妻子，我可以一起去赡养你的妈妈，因为我是你的妻子，但是你不能绑架我，你不能要求我，你不能给我提出标准，因为那是你作为儿子的标准，你不能要求你的老婆跟你同样的标准。所有的关系都是彼此相互尊重。现在你们这个小家庭重要的是什么？你们两个人真正的作为夫妻，对于对方作为妻子和对于丈夫的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要求，这其实是可以调整。我有什么还不满意，你还应该要怎么做？但对于婆媳的这个问题，一，你没这个能力；二，
两个人都没有要和好的这样的意愿，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和好的这个时机。但是当然我们都希望家和万事兴，希望家庭是和睦的，可是那是我们的希望，如果事实确实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希望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强扭拔苗助长。刚刚莎娜老师问为什么你要生这个事儿，因为很简单啊，你的妈妈年纪大了，你需要她跟你老婆和好，这样你老婆才能够去照顾她，你有省事了。这算盘大。你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吗？29岁的你找了35岁的他，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弟弟我不想奋斗了，找一个不太要彩礼，也不太要房子，不在乎你经济的，只一心对你好的女人，还能给你母亲一般的温柔的、包容的爱的妻子，太省事了。你从小就省事惯了呀。有妈妈让你小的时候省事，有妻子让你中年的时候省事。妻子在婚后大包大揽的把孩子全部都照顾过来了，你在婚姻里头没有尽到任何责任。现在一看妈老了，天哪，妈妈老了，我怎么能照顾她？我是一个这么懒惰且自私的男人，我娶老婆的任务就是得替我生孩子和替我照顾妈，但是我老婆和我妈关系不好，那该怎么办？我得让我老婆爱上我妈，这样我老婆就能替我照顾我妈，不就是这样的逻辑吗？你老婆没有跟你离婚，都算是你应该捂着鼻子笑了。我不知道留你在婚姻里头有什么用哈，除了显示这个家是完整的，和让这个家里头呢有一个男人多少有点安全感，不怕进个贼啥的，其他我没觉得有任何用。所以为什么要跟你妈和好呢？你应该搬回你妈妈那里去做一个孝子，然后每个月给你女儿这个生活费啊，给你老婆一些生活费。早年的时候你怎么给你妈交钱的？现在位置调换一下，你住到妈妈那里去，每个月再把钱的一半交给老婆，这样我看挺好的。谢谢。我深刻的感觉到，两位女导师的说话是站在了媳妇儿、女人的角度来说的。她的确做丈夫做的是压根儿不合格，但是你却甘之如饴。我在想一个场景，这个场景让我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相信在座的男导师如果身在其中的话，绝不允许那个场景出现，就是自己的妈妈站在门口都不能进来，然后隔着门口给孩子煲汤。请问你孩子当时什么感受？首先是因为当时候我们爆雷的时候，孩子就在现场，他知道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是。第二，他的汤每一次只会是一小壶拿给我女儿喝，他不会说有一大碗，然后说拿进来你们喝，你们没有。女士，听清楚我的问题。我知道婆婆心里没有你们，我问的问题是，孩子当时什么感受？他有没有说奶奶进来呀？没有。哦，那怎么样？他觉得很正常，对不对？对。奶奶不能进我们的家门，对吧？我们应该说，我女儿已经习惯了奶奶不进来。我跟莎娜老师，我们俩就认为这婆婆就是来挑事儿的。你可以让个闪送，你可以让儿子回家去拿，你专门跑到门口来，你明明知道这样。对，而且还有可能，你可以把孙女叫回家喝，你自己亲自送汤上门，然后站在门口送一小口，还就在门口撩，不就是让孙女心里面记恨妈妈吗？你看我妈都不让我奶奶进门，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我相信这一点，我女儿已经习惯了，知道她没有问题，挺好的，对吗？对。所以说，孩子在内心深处，他已经在扭曲了。他已经习惯了，说我见到奶奶，我只能是跟爸爸一起去，对吧？对，这是他成长。未来你觉得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跟您差不多，甚至于跟他奶奶也差不多，对吗？那我不知道。那一定会是的。我觉得如果谁要是对我有任何的不敬，我一定100倍的去报复于他，这才是我的为人的标准。没有，因为妈妈。难道两个亲人姻亲在一起的亲人不能够和解吗？什么事儿？什么叫亲人？深仇大恨？什么叫亲人？姻亲的亲人，我说的姻亲的亲人，不是血亲。他没从头到尾没把我当一家人，他没当我亲人。对，这就是你给孩子种下的种子，就是谁要对我不敬，我一定要报复他。你没有跟自己和解，你以为他做的这些你就开心吗？你不开心的，你还在8年前就那个7年那次裂痕那会儿，你还在那里，你很痛苦的。你只是面上，为什么一直在笑？笑是一种掩饰，对你很虚弱。在开场前我说了，在爱情当中，虚弱人给出的爱是什么？是控制。强大的人给出的爱是什么？是包容。
为什么不能有和解的余地呢？接下来我跟你说，你今天来这里很好，你已经在成长了，只是你力量太弱了。你跟你妈妈这个对你非常重要的女人也要去谈谈心了。如果有必要，其实今天你应该把她也带来，因为他们俩就无法对话，对吗？你应该把你妈妈带来。你要处在一个对话的这个什么传递筒，你要跟你妈妈去谈啊。第一，回到7年前、8年前，对吧？那个当口，你要跟你的母亲说你错了，对吗？你说他错了，他听得进去的。没改，没改是吧？你现在就要去迈出这一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要逃避了，要面对，好吗？包括你的妻子很强势吧？假的。她多希望婆婆能认个错，能低个头，能煲一碗汤。这个动作一旦做出了，你看她的反应是什么？她绝对不是那么狠的人。他们两个之间没有本质的仇，只是有一些误解。你再看看你的妻子，现在往左转头看她，看她，她哭了。赶紧去动作起来吧，好不好？你要动起来，你要硬起来，两边串不串吧？你跟你老婆说点软话，替你母亲道个歉，替你母亲认个错，替你母亲煲个汤。就这样。你哭什么？你为什么哭？没有，其实我很清楚，老师您说的这个，说我们也没有世仇什么的，这个我能理解。包括我老公说，他的不作为，我也很清楚。其实您教他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就是他欠缺的，因为有时候我不是没有提出去怎么叫他去怎么去做，就是包括我经常会跟他说，妈妈只有一个，我到现在也是这样说。我跟他再怎么不和，我都会跟他说，妈妈只有一个，你老婆可以随便换。所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去孝顺妈妈，因为我说我也是女人，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过年过节的时候，我是真的有给钱，说就是我们不碰面，但是给他什么过年的钱啊的那个，我是有做这一点。所以女士知道吗？如果我们不谈到这一步，你就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小心眼儿、记仇。他是这样认为的，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你不是，对吗？丈夫，你的老婆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大胆去做吧。他心里把你妈妈的这个工作做好了，你的这件问题、这件事情，藏了8年或者说15年的事情迎刃而解。因为听到没有？这个婆媳矛盾，我再三说了，问题症结就在你身上。非常感谢老师。我们两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你们也歇一会儿啊，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吴先生32岁，来自深圳，职员；吴女士32岁，来自深圳，职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爱冷暴力，遇到矛盾的时候不愿意去沟通，然后对小孩子也不上心，也不提供情绪价值给我。我在家里也有做家务，然后他经常用语言来打压我。我就想让他改变，多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对小孩方面也多承担些家庭责任。我希望他能心平静和的跟我沟通，然后多认可我一点。你俩结婚多长时间呀？5年了。有孩子吗？有。孩子多大？2岁了。最近突然觉得说不行，这沟通有问题，还是说你们结婚之后又一直多多少少伴随着一些这样的矛盾在？我们一直都有矛盾存在的，就是刚结婚第1年嘛，我一个女孩子孤零零的到一个陌生城市去生活，我内心难免是会有点孤单，有点不自在的嘛。你是从你的城市嫁到了他的城市是吗？是的，第1年到他家过年嘛，本来就是白天情绪的积压，然后发生了一件击溃我的事情。大家吃完晚饭嘛，然后他跟他妈妈出去买东西还是干嘛，具体我没问，然后他就叫我洗碗，我就反驳了他一句，为什么要我洗碗呢？我就觉得洗个碗不是很过分啊，而且况且第1年来我家的话，他应该是主动去洗碗才对的啊。平时在老家的话都是我妈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的，那天刚好是有事的，所以才叫他洗碗的。往年都是跟自己爸妈过年的嘛，然后也是第1年去他家嘛，然后感觉就是有点不自在嘛，全都是陌生的。
然后跑进房间里面哭，然后他是有进来哄我的，但是我没有原谅他，然后他就出去了，我以为他是去买礼物回来过来哄我嘛，其实没有，然后他妈妈跑进来了，跑进来哄我了。婆婆进来哄你啊？对呀，那这婆婆够好的呀，你这羡慕死了吧？啊，婆婆人家进去哄的，她自己惹的问题，为什么要她妈妈？就是她妈妈进来哄了我，我觉得不能让妈妈掺和你们的事儿啊。好，对，哎，那你们2个人过日子呢？对你关心吗？她不仅就是情绪上没有给我足够的情绪价值，然后对小孩也是很不上心的。就小孩生病期间，我就是一个人一整宿的去照顾小孩，她就跑到客房去呼呼大睡。小孩的哭闹，我的照顾她是听不见看不见的。当时是你叫我过去那边睡的，不是我主动过去那边睡的，好不好？我之所以叫你过去睡，是因为小孩子每隔半个小时就开始哭闹，我是第一时间去照顾他的，他就无动于衷，跟癞蛤蟆一样戳一下动一下的，那我看到就很烦，就把他赶出去，眼不见为净嘛。男士确实是有点不作为。这个女孩这个生孩子这个，尤其在她这个母乳期这期间，确实是这个女方啊，这个睡觉啊，这是一个很煎熬的一件事情，因为她定不定时的这个随时可能就得饿了，就得吃东西。对，而且我第2天还是要上班的。第2天也要上班啊？那你平时有带小孩吗？就像平时你带小孩的时候，都是你在玩你的刷手机，然后小孩在玩小孩自己的，然后都没给他足够的饱满的情绪价值。但是我带的时候，我都给他有效的互动。婚姻是一体的，小孩也是2个人的，都是第一次当父母，为什么就要求我当100分的妈妈？你自己就当甩手掌柜，啥事都不管啊？因为小孩小的时候比较黏你嘛，我也有带他，也有跟他互动嘛，跟他玩啊，带他出去啊，都有的。那现在白天是谁在带孩子？你俩都上班？1个月在托班，1个月父母带。那你们2个人在一起过日子这5年，有什么地方是特别不满意的？对小孩子是非常不上心的，在照顾小孩子的时候，老是问我纸尿裤在哪里啊，奶粉要冲几勺啊，什么都不管。然后就是小孩子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上次还动手打我了啊？是这样的，那天小孩生病了嘛，然后他下班回来想要带小孩出去逛，我说那天冬天外面很冷，就不要带小孩出去了嘛。困在家里面一整天了，带出去玩一下又不会怎么样。问题是他现在生病了，他白天有好转啊。后面是晚上小孩又发烧了，然后我跟他又争执了，后面他说了我几句很难听的话，我情绪上来的时候想打他了嘛。然后第一次的话是我忍住了，没有打下去，然后他在旁边就说你打，然后第2次我就没忍住了。打了哪儿啊？就扇了一下耳光，是很大力的。他反抗了吗？他没有反抗。我即便就是说话嘴不饶人，在你雷点蹦迪，你也不应该动手打我呀。动手就打人就是零容忍的。但是你这个言语刺激也是零容忍的呀。因为人的情绪是在你的这样的逼迫当中，他失控了。夫妻之间如果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化解矛盾，那矛盾会越来越多。这件事怎么处理的？后面是我主动哄他的。道歉了吗？道歉了。这是第1次动手是吗？对，第1次也是。以后有没有？以后没有。哦，那是第1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这是第1点啊。你觉得他对孩子不上心？来，第2个不满意是不提供情绪价值给我啊。就上次我去跟家人去旅行嘛，旅行期间他一句微信都不说，也不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行程结束之后，让他过来拿行李，然后他说他跟朋友在喝酒。因为他们出去玩嘛，就这个机会我就跟朋友约了一下吃饭。要回来那一天，我下班了，我打过电话跟他说有事前跟他汇报过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拒绝我了，就不让我出去，就硬要我回去，然后等他们回来。事先跟我沟通，了解我的行程，为什么会跟你的行程去起冲突呢？遇到事情不愿意去沟通，就喜欢用冷暴力这种方式去处理。然后最后逼得你没办法了，你就开始语言暴力了，对吧？是的。我有尝试沟通的，只是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我也当时上头了，也没有听进去。然后我选择的话，冷静一下的话比较好。我觉得他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比较任性吧，就可能为一点小事的话，他就是太啰嗦了。就平时的话，我早下班的话，我会去买菜，然后做饭，然后等他回来。
然后有时候的话，我饭菜不合他胃口，他就会在一旁，然后又要说我了。那天天吃那番茄炒蛋，谁受得了啊？他有时候因为吃腻了嘛，他会发一些菜谱给我，但那些菜谱我根本是做不来，我会无视他，然后会跟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后后面他就可能不满意吧。所以就是家务做不好，他会唠叨你。对对。平时你干活也是很拖延症的，就是每次叫你干活，你都是等一下，要搓一下你才去干。平时谁做家务多呀？我做的家务比较多，都是我大揽大包的。你们俩挣钱谁挣的多一些呢？是的，挣的多一些。当时就是他的工资的1/3会交到我这里来。他负责交房租，我负责交水电啊这些，然后家庭的开支也是我交的。但是他这笔钱我是替他保管的，就是以后什么有重大的决定啊，就譬如小孩子结婚啊、买房子啊，我才会拿出来。但是他认为我拿他这个钱去乱花钱，他不知道我用的是我自己的工资去补贴家用什么的。只要每次我问你存了多少钱，你都不跟我说。那夫妻之间信任都没有是吧？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然后他就把他那一部分要回去了。我们说有时候夫妻之间，我们经济账确实有时候各拿各的，各存各的，各用各的，但是双方是知道他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这就是知情权。你们两个人是现在相互保密是吧？对，我们的消费就是 AA 的这样子。前段时间买了个冰箱，然后这一部分也是 AA 的，然后那个小冰箱就回收回去了嘛，回收了110块钱，然后他也问我要55块钱。我觉得是夫妻之间就不需要去计较太多了。他把他交给你的那一部分钱全部要回来的原因是你不告诉我这些钱花在了哪儿，甚至你不告诉我最后现在我们存了多少钱。然后他把这个相当于交家用的这些钱，这个权利就要回去了。你宁可失去这个权利，都不告诉他我之前存了多少钱，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呢。他认为不合理，就是他交房租，我交日常的开销。其实我的家用其实跟他的房租差不多持平的，他就认为他自己出多了，就是出了大头，老是用这种去压制我。所以今儿其实女士来这个说的特别清楚，说就需要他提供情绪价值。咱这情绪价值这太大了，你说点具体的要求。你希望你老公在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调整哪几个方面？就是多关心我一下，多关心你，然后多沟通，不要发生争执的时候就采用冷暴力的形式去这样子解决。不冷暴力，家庭的矛盾不就是你不沟通，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然后有个导火线它就爆炸了，那日子怎么过下去？怎么就没法挽回了？好，你就这2个诉求是吧？来，丈夫，你希望调整哪些方面？你的妻子最希望他的话。平时的话，不要太多的语言的话过于压制我，干活那些的话我都可以分担。分担的同时就是不要太过于挑刺了。好，既然求助到咱们了，来于老师给出招吧。确实，你们夫妻2个人明明是最亲的人，却总是在相互伤害，你们不知不觉进入了婚姻的危险期。婚姻当中最大的悲剧，妻子没有安全感，丈夫没有责任感，尤其是经济账目。你们现在分是从钱开始分，接下来就是2个人婚姻再分，家庭再破，这就是一条婚姻的不归路啊！我并不是说特别抵触 AA， 因为 AA 背后它会折射出非常多的矛盾问题，你们就很明显啊。所以你们2个人要改变，首先从改变 AA 开始，把钱放在一个池子里，可以2个人共同管，也可以有一方为主管。只有把你们2个人钱在一起了，心就更在一起了，家就更在一起了。谢谢。我还是希望啊，真的现在这个婚姻的这个家庭还都是真实一点。从本心来讲，都是有善良的一面，都能够去理解，能够去体谅。老是自己也骗自己骗对方，总是出现那么多的矛盾，没有必要，真的是没有必要，真实吧？
这个真实用的太棒了，真的，他们就缺乏真实。很多人都缺乏真实，我也缺乏真实。我的卡里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你这也回去问问吧。但是孔老师，你妻子知道？对，我的所有东西都给他，我是挣钱，我是不管钱，我不管那个。孔老师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说孩子喂奶啊什么之类的，他为啥那么清楚？他们家孩子都是他喂的奶，都是他换尿布，让媳妇儿休息好了。他为了让他老婆睡得好，定好了点儿。对，您听听，一个丈夫的钱他自己不知道，妻子知道，这样的婚姻还会不完美吗？我原先不会做饭，我媳妇儿生孩子怕她产后抑郁，我呢学会了将近30多道菜，基本上都不重样。其实每个有责任感的这个男的都应该这样。对，因为你得疼爱你的妻子，你希望妻子健康，也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也得长大。我觉得婚姻生活是需要烟火气的，就是这个烟火气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钱啊、日子啊，给它混到一块儿去花，日子给它过到一块儿去。我理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大家比较时尚，或者说日子过得比较独一些，我们 AA 制，但是 A 到后面会越来越发现 A 的其实不光是财产， A 的可能是两个人的感情，就会日子越过越独，斤斤计较到比如孩子这个月花了多少钱，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这个就感觉这样的婚姻生活它没有烟火气，那日子就越过越独了。你们可能刚刚进入婚姻，在经历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在经历婚姻一个权力争夺期。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家里面到底谁做主，谁说了算。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都会走过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是正常的。在这个权力争夺期当中，无论最后谁在这个家做了那个主，其实他身上和肩上的担子是越重的。因为这个家他是那个掌舵的人，他需要带领这个家里面该往哪个方向走。那我觉得无论最后你们谁夺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肩上扛的都是家庭的重担。而且对你们两个人来说，你们其实是生活上彼此的战友。你们要设计一个家庭共同奋斗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两个人共同努力。有了这个目标，我相信你们的日子走起来也会轻松很多。其实两个人在生活里头开始分摊的时候，就意味着感情也要分淡了。当你们没有打算把经济合二为一，没有把心合二为一的时候，那么每天我们付出多少经济，我们付出多少精力，都是在计算，这样就看不到对方的付出，两个人越过越独，最后不就以离婚收场吗？因为你们都已经在婚内过着离婚该过的事儿了。一台冰箱两个人分摊这个事情，在我听来就觉得非常的可笑。其实生活里头啊，你们两个人要把台词换一下，每个人做一样的事情，但是由说出对方做了什么，不要再说对方没做什么。你们每天要看到对方做的那件事，并大声说出来。比如丈夫看到妻子把碗给洗了，你可以说，我本来要去洗碗，但是一看你居然把碗给洗了，谢谢老婆。老婆假如今天丈夫去交了水电费，你可以说，我本来要交水电费，但是看到老公你又先做了，你真棒。这叫做我们每天都在念叨对方在婚姻里做了什么，这样念叨久了才会觉得对方在婚姻里有用，然后才会觉得我在生活里啊，一定需要你来配合着我，这样我的日子才能够往前过得更好。你们调整一下每天说话的内容，和尝试一下把这个经济调整。丈夫不用把钱全部交给妻子，但比如果家里的家用主要是妻子打理的话，你可以交出你自己工资的1/3给妻子，让她负责家用的部分。家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不够，你多添一点儿，添多添少您自己看着办。另外1/3呢，能存，两个人就一起存起来，还有的1/3留着自己花。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大家既能够慢慢理财，又能够很好的把这一个日子共同承担起来。我认为你们最核心的问题出在哪儿？面上看是分钱的这件事儿，但是你越嚼得清楚，你那么感情就越会淡，越会冷。
女生来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不要让她冷暴力，对不对？但你这么做太冷了，反而是你在冷。你让财务暗箱操作，就藏了信任的地雷。你不让这个账透明，你就在把这个热乎劲儿往冷了过。你们不知道怎么去正常的沟通，你们闹的都是情绪。这110我一定要跟你平分，他在乎这个吗？他不在乎，在乎是你要跟我 AA 这件事儿，所以我就跟你每件事都 A， 干嘛呢？闹情绪呢，找话头呢。如果你们只是在争钱怎么分，你多点我少点，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你们要在更深层次去看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沟通，怎么把我们之前的问题去解决，怎么给对方情绪价值，你得给他，而不是只管他要。所以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是在闹分钱这件事儿，核心是你们不知道怎么去沟通你们的感情。我们知道一些，我们多去旅游，我们一起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去学学做饭，对不对？这件事情处理好了，这钱在谁那儿都是肉烂在锅里。谢谢曲总。那接下来就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我们的门后，想想老师刚才说的话啊，然后再决定你们出不出来。好，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第1组嘉宾的结果，看看他们是否会选择出来呢？3、2、1，请开门。多恩爱。有啥要说的不？对，我很好奇，就是你们达成了什么一致，手拉手过了？因为可能我觉得婚姻不易，走了15年，虽然跟他妈妈的相处不好，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努力的男人，这个男人是我自己选的，所以我还得啃着，继续啃下去呗。丈夫，你有啥要说的吗？我应该做到在2边都去把这件事磨合的好一点。那其实我挺想问问何女士，如果婆婆有意愿想要缓和关系，你愿意去接住这个橄榄枝吗？我可能会比较小心翼翼，因为我也很清楚一个70多岁老人他的固执，他能做到的话确实不易，因为我收他的钥匙不是第1次，第1次时候我有把钥匙再还给他，但是在最后爆雷的时候我就很坚决了，所以我很怕说到后面还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就真的没必要了。并不是说一定要和好如初，但是至少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面上过得去。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咋最后哭得这么厉害呢？稀里哗啦的。因为平时他也没怎么拥抱我。你看，我就说嘛，回去以后有事儿没事儿多抱抱老婆。其实你老婆特别好哄，她是个心很软的人，故意有这么一个面具。嫁给你这么多年太委屈了，不容易。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生活一帆风顺。好，来，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我们今天第2组嘉宾的结果啊！来，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结果。3、2、1，请开门。这就出来没有悬念，我都在门口了。这俩人鸡毛蒜皮的事儿，对。洪老师说了，你们鸡毛蒜皮的事儿算啥事儿啊？谢谢几个导师的开导。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沟通出现了问题，就不再去咄咄逼人了。只有好好沟通，才会让心更静一些，我们的经济上的问题也会迎面而解。老公咋说？后面的话尽量多跟他沟通，
然后家里的大事小事我们2个多商量，然后后面的话一起把这个小家过好。那钱怎么办呀？钱的话后面都存他这边也无所谓。不 AA 了吧？不 AA 了，但是的话要我们2个人都公开嘛。哎，没错，多坦然一点。经营家庭就像经营公司一样，2个人都要用心，生活才能越过越红火。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请亮灯。谢谢你们啊，祝你们的生活甜甜蜜蜜的。来这边请。谢谢导师们。我们下期再见。